我所有的行李。本来是打算今天早上坐飞机去台湾，然后正式搬家搬到台湾去，那边开始在那边长期生活，非常期待。没有想到，八字还没一撇，我已经被拒了。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任何的说明，就这样拒绝入境，连一份邮件通知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残忍。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乐乐法利，一个美国的网红啊，中文说的是真溜。像这种八竿子打不着这种俗语啊，中文没有个8、9级，我看是说不出来啊。这乐乐法利啊，早年是在中国大陆留学，后来呢就挤到了中国的演艺界啊。但他因为经常讽刺中共，好像还讽刺过习近平，在2020年的时候呢，被中共全网封杀，享受了跟我同样的待遇啊。这之后呢，他就经常去台湾，也比较支持台湾的民进党啊。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呢？就今年3月11号的时候啊，他想入境台湾，他申请了一个台湾的就业金卡。这台湾的就业金卡还挺不容易申请的，你必须在10个领域内有点能耐，什么科技啊、文化等方面的啊。但是你要申请下来这个就业金卡，优待条件还蛮多的。比如说你在台湾还没有工作，还没有雇主，但就可以给你发工作许可。然后呢，你每年可以在台湾一直住着啊。然后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同时，如果你在台湾赚了钱，5年之内所得税都要减半。所以这乐乐法利啊就申请下了台湾的金卡，准备到台湾去生活。据他自己讲啊，他把房子退了，把汽车也给卖了，把他自己多年的拍摄设备啊都给处理了，把家具也都处理了，跟自己的一众亲朋好友一通告别。3月11号这一天就来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结果没想到，在柜台 check in 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说：“你这个护照啊，已经被禁止入境台湾了。”这乐乐法利一听都傻了。你想想，他作为一个美国人，美国的护照，他通行全世界都畅通无阻，去台湾都属于就是免签的，怎么能够被禁止入境呢？所以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去打听，终于搞明白了。说是他去年，也就是2024年台湾大选期间啊，他到台湾去观选嘛。参加了一些台湾的政论节目，就被台北市的劳动局认定是非法劳动，于是就把这个案子呢送到了移民署，移民署就裁定禁止入境台湾。I'm a fool. I'm a fool. I blindly accepted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s of non-legal professionals. Okay, I was one Google away from knowing the gray area that exists around this issue, from keeping my future dreams alive instead of casually just tossing them away. 要说乐乐法利啊被禁止入境台湾这件事情，我听到之后啊，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自己的经历多少有些关系啊。为什么说乐乐法利啊被台湾禁止入境跟我有点关系呢？这话说起来就有点长啊。大家都知道，2024年1月份台湾大选嘛，我呢就到台湾去观选啊。当时啊，萨卡都是吧，柯文哲、侯友宜、赖清德，这个选战打得不可开交嘛，很好看啊。我到这个几个政党的竞选总部去看啊，然后做了一些节目。临离开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了台湾的一个脱口秀的节目，叫《贺龙夜夜秀》。我离开台湾回到日本没2天，这个节目就播出了。播出之后，当时在台湾社会就炸了。让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加油！耶！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发表言论，说王志安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对台湾的民主指手画脚。因为我在那个节目里头啊，就是我没忍住啊，对台湾的这个选举我说了几句啊不太好听的话，我就说台湾的民主啊选举像秀啊，又搞不清楚这到是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啊，还是选举现场。当时民进党不是有一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就是个残障人士被推到舞台上，我当时看到心里特别不好受。我觉得民进党实际上在利用残障人士打悲情牌，讽刺了1、2句。结果因为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说我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说3道4，并且上纲上线，说我歧视残障人士。连续2天，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对我开火了。然后紧接着陆委会在第2天的时候就发函直接询问移民署，说王志安是什么签证到了台湾，为什么到了台湾之后可以参加节目呢？当天下午1月24号，移民署就直接开闸，宣布吊销我去台湾的签证，5年之内禁止入境台湾。
当时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跟乐乐法力一样啊，就有点傻了。你想想，我去台湾报道台湾的大选啊，总体来讲，我对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啊是抱有非常好的、非常这个友好的态度的。很多我的大陆的朋友都说，看了我对台湾的这个大选的报道，都非常羡慕台湾有这样的民主制度。结果就是因为我参加了贺龙夜夜秀，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就被吊销了去台湾的这个签证，5年禁止入境。那你想想，我也觉得冤呐。所以我当时采取了2个措施：第一，我宣布要起诉台湾移民署，我认为台湾移民署这个处罚不对、不当。为什么不当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行政法规过程中有个不当链接。台湾移民署啊，当时对我进行处罚的时候，理由是什么呢？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头有一条，说作为大陆居民到台湾不能从事与观光目的不符的活动与工作。但是他可能忘了，这个立法理由当时在台湾写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有些大陆人到台湾啊，可能乞讨，还有一些女的到那里从事一些风俗业，所以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立法规范的。但是你想想，我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夜夜秀网络节目，那跟这个立法目的相符吗？不符的。作为行政机关，对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灰色地带，它的确有自由裁量权，但是这个自由的裁量权你要符合立法目的呀。那你不符合立法目的的话，那你就是属于叫不当链接。熟悉行政法规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词啊。所以我认为，民进党政府当时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是从事了工作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是因为他就觉得我是一个中国大陆人，讽刺民进党，于是才去找了这么一个规定，对我进行了直接的处罚。所以我就要起诉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当时啊就号召很多台湾的民众去到移民署打电话去举报。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认定我参加这个网络节目是工作的话那么好了，当时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去到台湾观选啊。那当时不是还有一个法轮功的观选团吗？那法轮功的观选团的头叫吴建民那他们呢浩浩荡荡1-20个人，他们到台湾观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台湾的电视节目那么他参加电视节目还拿了通告费，我都没拿通告费他们这些人还跟台湾的立法院长游锡堃呢推杯换盏，还参观总统府。那我当时就要问了，既然我参加电视节目被认定为工作，就属于违反与观光目的不符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参加电视节目是不是也同样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那么如果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话，同样的法律应该同样的标准，所有人适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行为应该得到同样的行政处罚。所以当时我就想考验一下台湾的司法制度，你是不是能够用一碗水来端平的方式处罚所有的人？当时很多台湾人我确实是非常感动。有的人是因为是我号召的，也有很多人在我没号召的时候就自发打电话给移民署，他们也看到了那法轮功的观选团当时就天天上节目嘛，拿通告费嘛，就问移民署你为什么不去处罚这些人？当时移民署就说了，他说你们要投诉的话可以，那么你去跟台北市的劳动局去反映，台北市劳动局如果裁定这些人是违反劳动规定的话，我们移民署就会处罚。于是很多人就给台北市的劳动局打电话，当时台北市的劳动局还设置了很多比较苛刻的条件，比如说你必须到本人亲自拿着台湾的身份证到他们劳动局现场进行投诉，而且要把证据都弄好列出来到现场给他们呈现。我真的确实是非常感动，很多台湾人就是在面对这种苛刻的条件的情况下，就到台北市的劳动局去举报。我估计这乐乐法力也被人举报了。当然我没有号召人去举报乐乐法力因为我当时希望举报的是法轮功观选团嘛。因为法轮功观选团这些人，当时我在台湾做报道的时候，他就攻击我，他们认为我批评民进党就是批评台湾民主制度，就应该被封杀。尤其是我被封杀的时候，他们那些吴建民也包括那个文昭还有龚自审他们都做节目幸灾乐祸。那吴建民有一次还喝多了，是吧？喝多了之后呢，他还做直播。大家好，有没有声音？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有声音，哎呀，太好了！这个晚上跟大家做一场直播啊。这个今天晚上呢，有不少朋友请我吃饭啊，喝酒啊，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呢，酒喝多了以后，就可能是酒后吐真言吧。啊，我想呢，跟大家呢做一期节目，因为现在叫我睡觉，我也睡不着。我尽管酒是喝多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吐的是真言，我绝对不会是酒后乱言。我明确告诉你讲，王志安之所以被美国被台湾这个你看这个酒喝多了可能讲话或讲错话，王志安之所以被台湾禁止5年之内入境，你觉得仅仅是这个王志安觉得不服气，那么也就是说台湾方面处罚就变成了处罚你王志安，别的单位就不处罚吗？实际上大家要想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啊，台湾方面处罚王志安，规定他5年之内不能来台，你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台湾的权利哇。那我就想看看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应该适用同样的法律？结果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什么人举报了乐乐法律，结果乐乐法律中枪了，结果被裁定禁止入境台湾。说句心里话，这乐乐法律也被禁止入境台湾，我心里还挺不好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乐乐法律啊，平时在网上做节目，我看他穿着一个红军的服装，扮演小粉红，混到美国那小粉红的游行队伍里头啊，他这个里应外合，那个喜剧效果拉满，我还挺喜欢看。介绍一下我的情况，与其说我非常无条件的支持党，不如说我谁钱多我就支持谁。那他因为我这件事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明明已经申请了一个这个救劳金卡，却进不了台湾，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多多少少有些责任。所以今天的节目，我要跟乐乐法律说一声对不起啊，真的是不好意思。我实际上没有希望把他当做目标，我是希望跟台湾的移民署来讨一个法律上的说法，并不是希望他也跟着我一起陪葬啊。而且我认为，乐乐法律这件事情呢，真的挺冤的。为什么挺冤的？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乐乐法律被台湾的移民署裁定禁止入境，但是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通知。截止至今，我都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台湾有关部门的书面或者邮件的正式通知。我不知道这个限入令是何时发布、何时生效的，也不知道我被限制入境的具体时长。那这就不正常了。你对一个人进行处罚，你对当事人有告知义务，对吧？因为你对我处罚了，你主要告诉我嘛。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被处罚呢？你让我禁止入境，我把机票买好了，我全家准备旅行了，你突然告诉我禁止入境，这不符合行政正当性。那不光是他没有被告知，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被告知。这里我还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这乐乐法律啊，他被处罚之后啊，他被禁止入境之后，吴建民他们很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乐乐法律是正牌的美国人，人家拿的美国护照还是个白人呢。这吴建民当时嘲笑我的时候就说，王志安为什么被处罚？是因为王志安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们都是美国护照，我们都是加拿大护照，所以我们不受这个管理啊。结果呢，乐乐法律现在被处罚了，他们一想，哎呀，乐乐法律都被处罚了，那我们会不会被处罚啊？所以吴建民前几天做了一期节目，忐忑不安。结果昨天乐乐法律入境被拒了，给所有当时参与到台湾观选团的大 V 成员呢，大家呢都心里面呢就是感觉到有点惴惴不安了。然后呢，吴建民说，上班以后我们问问，搞清楚到底有没有被处罚啊。他做完这期节目就没有下文了。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些人也被处罚了。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了，1年前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不是很多人去响应我的号召去举报吗？举报这个就进入到了行政程序。后来那么移民署的有一个官员就跟台湾的一个举报人跟我讲，文昭和龚自审也被禁止入境3年。但是当时啊，那举报人就问他，那你这个禁止入境3年，你为什么不公布啊？王志安被处罚的时候，你们在移民署的网站上发了一个大大的新闻稿，那么文昭和龚自审被处罚，你们为什么不发？那对方就说，他说我呀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就是这移民署中间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别难为我，对吧？其他的问题你要问我们的长官去，我能告诉你是我私下愿意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但其他的信息我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告诉你了啊。这个过程我们都有录音，但是呢，我们当时答应对方不公布这个录音，所以呢，实际上早在差不多1年前我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但是呢，我也一直没有公布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吗？文昭和龚自审同样被处罚了，但是同样也没有就接到处罚通知。为什么台湾的移民署处罚这些人不发通知呢？我猜啊，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处罚我当时实际上是一种示众，因为我不是批评民进党吗？那么把我这个处罚了之后，那就让我知道民进党政府的厉害嘛。但是人家文昭、龚自审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呀，包括乐乐法利都是支持民进党的。你那边哪个？我是美国人，哦，美国人是出来支持民进党。啊，是。那乐乐法利到了台湾之后，人家跟那个副总统萧美琴当时见面，2个人相见甚欢。那赖清德在现场演讲的时候还提到，哎，乐乐法利来了，下去之后还专门跟他打招呼。我叫乐乐法利，我刚刚有叫你啊，知道吗？啊，刚刚有在 Q 你，讲到你，谢谢你啊，有听到吗？啊，我就听到。民进党都知道乐乐法利是支持自己的，那你这时候你要直接宣布乐乐法利被禁止入境，那对民进党政府来说，那情何以堪呢？对乐乐法利又来讲，又情何以堪呢？所以我猜他们拒绝公布这个结果，就是不愿意公布，就是指望乐乐法利这些人在几年之内你们别来台湾，然后这事就过去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你作为一个行政机关，你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你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第2个方面，乐乐法利啊，他这次去台湾，他可不是观光，他是申请了一个就是就业金卡。我一开始不是讲了吗？这个就业金卡还挺不好申请的，他是去年11月份开始申请的，然后今年2月份，台湾的那个有关部门就给他发来文件，说你这个就业金卡啊，资格已经过了，你去台湾驻美国的外交机构，你到那儿去 check 一下你的护照，护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给你做金卡了。于是这个乐乐法利啊，就到台湾驻美国的外交机构去检查自己的护照，检查完一通没问题啊，最后把金卡给他做好了，发了，然后他今年3月11号，他再拿着这个金卡和护照要入境台湾，准备到台湾去生活嘛，对吧？结果这个时候才发现他的护照实际上被禁止入境了。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他申请入境金卡的时候有4个部门联合审，这4个部门里头就包括移民署，也包括劳动部。那么你劳动部按道理来讲，也包括移民署，都应该知道乐乐法利这个护照已经被禁止入境台湾了。那你在他申请入境金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审核到这个信息呢？或者说你审核到这个信息，你为什么又给他批就业金卡呢？这不是荒唐吗？就这个问题，台湾的内政部长叫刘世芳，前几天到台湾的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有立法委员问他，就问这个问题：既然你发了就业金卡，为什么没有审核到他的护照本身被禁止入境啊？这刘世芳当时就罔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回答具体的个案问题。为什么不回答？没法回答，对不对？你既然你已经吊销了他入境的资格，你怎么为什么给他发入境金卡呢？你发了入境金卡，就说明你审核的时候认为他护照没问题，他没办法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在我看来，乐乐法利这第2个方面也真的是冤。第3个方面，就是乐乐法利真的是支持民进党啊！这几年支持民进党的时候是不遗余力，就是你看，那蔡英文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他混在那个小粉红里头，是吧？那内部开发，包括他去台湾不停的喊支持民进党，结果呢，支持了一通之后，反过头来他落得这样的下场，你说冤不冤？肯定是非常冤啊！所以呢，乐乐法利啊，在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他自己也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他觉得不能接受，身心受到了一个巨大的伤害。可以说这次的打击也是有打击到我的乐观心态，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关注我很久的朋友们应该比较清楚，我一般来说，我本来就没有那么乐观，但是现在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无法
摆脱自己主观的情绪对我这个判断的影响。所以我就是不会允许自己往乐观的方向去想，我不会。这个心理创伤实在太大了。面对这个情况，也包括龚自珍这几天做节目的时候，他们都在讲，他说怎么能把我们跟王志安等同呢？王志安是不是他是批评民进党的，是拿着大陆的护照，然后到了台湾？我们是美国护照，我们是加拿大护照，为什么我们要享受跟王志安同等的待遇呢？觉得冤，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辩解吧，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细究台湾的这个行政法规、劳动法规啊，如果你要是按条苛责的话，那么对他们这个处罚也不冤枉。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劳动法里规定，你任何外国人，不管你是拿签证的没拿签证的，到台湾你都不能去随便去工作。有些特例可以不需要申请特别许可，你就可以做，比如商务考察啊、会议啊、什么演讲啊等等啊，这个东西就不算。除此之外，你都需要拿到一个就业许可才可以在台湾工作。这里还专门提到了新闻采访，这新闻采访就是说你一般的接受新闻采访是没问题的，但是这里头包括一个例外，你这种带状节目不包括在内。什么叫带状节目啊？经常看台湾的那些政论节目的时候就知道啊，主持人坐一边，对面一排坐的都是台湾的名嘴，每个人就一个新闻，你说完他来说，这就叫带状节目。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乐乐法律也包括文昭，也包括龚自珍参加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啊？都是这种带状节目。这种带状节目在台湾是个产业，有很多名嘴就靠参加这种带状节目获得劳动报酬，他就名嘴就是已经是个职业了。所以理论来讲，这些人参加带状节目就是妨碍了台湾本地名嘴的工作机会嘛。所以人家台北市劳动局裁定这些人非法打工，从法律来讲呢，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啊，我当时举报这些人并不希望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认为我被处罚就不合理，我并不是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一起陪葬。我当时举报的时候是希望给台湾的行政部门制造一个难题，就是归谬式的难题。你既然这么处罚王志安，你也应该同样的标准去处罚其他人。如果你要认为其他人不应该被处罚，你反过头来你也不应该当时对我进行这样的处罚。我希望的结果是你不要处罚乐乐法律，甚至你也不要处罚文昭和龚自珍，但你反过头来对我的这个处罚应该撤销，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最终我的这个诉讼还没结束呢啊，也没撤销呢啊，但是呢，这一众所有支持民进党的人也被同样的处罚了。所以归谬的结果真就归出来一个相当荒唐的局面。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去旅游也好，观光也好，随便接受一下电视台的采访，上一下节目，拿一点点车马费就被认定为工作。这里头伤害的其实不仅仅是外国人的普通权利，最重要的伤害的是这个国家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吗？言论自由不仅仅包括一个国家的国民，也包括到这个国家去旅行去访问的外国人，也包括像我们这种中国大陆人。如果这个言论自由的范围只保护本地居民，不保护这个外面的人，那么这个言论自由就不是完整的，它就是残缺的。就拿今天的台湾而言，台湾人自己看台湾，跟我们这些在台湾人之外的人看台湾视角是不同的。就我来理解，台湾不仅仅需要台湾人自己的自由的讨论台湾，也需要我们这些来自于台湾之外的人自由的讨论台湾，对台湾才最有利，才可以帮助台湾正确的判断自己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但非常可惜的是，最终台湾的移民署对所有的人上这种带状节目的人，通通按同样一个标准进行开闸，那结果必定是伤害台湾的言论自由，伤害台湾的新闻自由。这件事情啊，我同意啊这个老雷的看法。我有一个不得人心的观点 ，unpopular opinion。我觉得乐乐法律，我的朋友乐乐，他被台湾禁止入境是好事情，我看着很高兴。就是
我这样说的真的很不得人心。这个对于乐乐来说当然是悲剧，可以说是一种灾难，对吧？但是我为什么支持台湾，或者是我为什么支持台湾移民署？因为我觉得他不要给任何特殊待遇。就是王志安批评民进党，乐乐法律支持民进党，你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这叫法治，以法律为主，不给你任何特殊待遇。你支持政府，你反对政府，你批评政府，这些都无所谓。你违规，你被拒绝入境。但我觉得老雷只看到了第一层，没有看到了第二层。就是民进党政府当时对我进行的处罚，真的是因为我非法劳动吗？我认为不是，是因为我说的话他们听了不高兴，于是想对我进行处罚，于是才找到了这么一个法律一个框，类似于寻衅滋事呢，把我进行处罚了。只不过碰到了我较真儿的我了，于是我号召很多台湾人民众去举报，最终的结果是乐乐法律也被殃及池鱼，也被处罚了。这是法治吗？在我看来并不是，这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赤裸裸的干预。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台湾，台湾今天真的有完完全全的言论自由吗？在我看来并不是。你喊台湾独立就没事儿，但是你要喊祖国统一呢，你就可能有危险。那不同样是言论自由吗？这两天台湾不是大名鼎鼎的台北女中的那个老师，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看看受到了多少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是吧？所以在我看来，台湾今天逐渐走向民粹化，实际上跟现在民进党政府操弄法律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击这种做法离不开干系。这并不是法治，而是把法律当作工具，当作整肃政治异己手段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在我看来我希望乐乐法律能够跟我一起来起诉中华民国的移民署，共同讨一个说法。老雷不是说了吗？如果这个法律不合适，我们就把这个法律来修改一下。是的，在我看来，台湾的这个法律确确实实有点落后于时代了。哪个国家你去随便上一期节目，然后呢就被认定为工作，然后呢就被直接5年6年就不得入境，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呀，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打官司能够废除这样的法律，那对台湾的民主制度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但话说回来，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诉讼的这个进展我们去年10月份的时候给台湾发起诉愿，出了结果。因为台湾的行政诉讼呢要先走这个诉愿的程序，这个诉愿的程序就类似于大陆的这个行政复议，就是行政机关对你进行处罚之后你要不服，你先向他的上级部门去申诉。那么我们就向台湾的这个内政部去申诉了，申诉的结果在去年10月份就下来说维持原判，人家解释的非常清楚，给我了一个洋洋洒洒的好几页的这么一个诉愿的裁决书，不服的话你可以去起诉。于是呢，我就决定对台湾的这个移民署发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我的律师就跟我商量，他说王局台湾的这个行政诉讼它还有一个诉前调解程序，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跟移民署做一个诉前调解，认个错，道个歉，承认你的有限的错误，然后呢把你这个处罚进行撤销或者缩减了，比如说缩减个1年2年咱把问题解决了，不就得了吗？我说我愿意道歉有什么？我这个人不经常道歉吗？那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不是给所有人都道歉了吗？你让我给赖清德道歉，你让我给移民署道歉都没问题，你只要给我撤销了。因为我想去台湾做采访，我想到那个地方去吃那些台湾的小吃。大陆我不是去不了了吗？台湾再去不了，所有中文的地方我都去不了了，我不就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流亡者了吗？于是我的这个律师就发起了这么一个诉前调解程序。结果你们知道什么？就是这个诉前调解程序，移民署根本都没派人来，根本就不参加。所以我的律师跟我说没戏，人家根本不愿意进行调解。那我说怎么办？那我们就只能继续起诉台湾的移民署了。但是为什么我说我对这个官司前景不乐观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起诉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说民进党政府是从严立法，选择性执法，把这个法律定得特别严，
然后看谁不顺眼就收拾谁。那我当时举的例子就是说，同样是上节目，法轮功的观选团这些的成员，他们都没有被处罚，唯独我王志安被处罚了，这不是选择性执法吗？虽然在打行政诉讼官司的过程中，我不能以他没有处罚其他人为由来证明我行为的正当性，但是你想一想，我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如果只处罚了我一个人，其他人都没处罚，这个社会观感何在呀？我这个官司不仅仅是在法庭上打，其实也是舆论场上打。所以我猜他们移民署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把文昭啊、龚自审呢，也包括乐乐法律这些人，通通都处罚了。你王志安不是说我选择性执法吗？我现在没有选择性执法呀，我通通都执法了，同样一个标准都处罚了。那你还怎么打这官司？所以我这个官司啊，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审理程序，在我看来，我已经先行输掉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以这种方式我输掉的官司，不是我真输了，真正输了是台湾社会。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原本，这问题的原本不就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到了台湾，参观完了台湾的选举之后，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吗？如果仅仅就是因为这种行为被台湾社会所不容，那台湾真的配得上一个华人之光吗？真的配得上亚洲的民主之光吗？那么这个结果对台湾社会来说，真的就意味着其实对台湾未来的社会就非常好吗？我不这么认为。我希望乐乐法律啊，真的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起诉团，来共同来参与一个对台湾社会有历史价值的诉讼。不管这个诉讼啊是赢和是输，注定要在台湾的这个司法史上留下一笔。好了，感谢各位对我节目的收看，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花了1个月的时间打包好我所有的行李，卖掉了我的车和这些年跟我走南闯北的拍摄设备，处理好了我在美国的各项事务，终止了与公寓的合约，跟我的朋友和家人一一告别，告诉他们在阔别中文环境的6年后，我终于要去到台湾，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最终我拖着几个巨大的行李箱，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进入机场，工作人员扫描了我的护照之后，告诉我，sorry。The holder of this passport is not allowed in Taiwan. 那一刻，我的梦碎了。我一直认为我和王志安的情况并不可以被一概而论，因为他来自中国大陆，而我来自美国。大陆居民来台的活动一直受到管制。台湾移民署也有关于酒喝多了一点啊，这个刚刚回来，我呢睡不着，我想呢跟大家呢做一期节目，那么算是酒后吐真言吧。因为呢我在网络上看到呢，王志安发了一个信息啊，说他是告台湾移民署。这个告台湾移民署，他主要就认为移民署不公平啊，因为什么？移民署呢，这个把这个王志安呢，大家都知道对他的处罚了。那么台湾方面处罚王志安，规定他5年之内不能来台，你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台湾的权利哇！外国籍媒体人都受到了同样的处分，所以石板民夫发了这个帖以后呢，给所有当时参与到台湾观选团的大位成员呢，大家呢都心里面呢就是感觉到有点惴惴不安了。